宋如玉16岁入化境的天资，属实震惊到了叶晨。别的不说，自己要把这个情况告诉万龙殿，恐怕万龙殿所有人都会羞愧难当。万破军已然是武学天才了，可20多岁也才在自己的帮助下迈入暗境。若是让他自己全力突破，40岁能入化境就已经是超常发挥。但宋如玉不仅16岁就入了暗境，甚至20出头就已经成功悟道。这种天资和实力，叶晨还是第一次听说。惊讶之余，叶晨忍不住问他：“你16岁入化境，是有高人指点，还是遇到了什么机缘？”宋如玉想了想，摇头道：“都没有，只是有一篇武道心法，与破清会这些死士萧其卫所修的心法一样。”叶晨又问：“破清会也没给你什么帮助？”“没有。”宋如玉道，“在下就是自己按照心法潜心修炼，虽没有任何人指导，但也并没遇到什么困难，一路的突破都很顺利，2、3年的时间就已经明境大圆满，3、4年的时间就已经步入暗境，又过了3、4年时间，就突破到化境了。他们都说武道每一个境界的突破都难如登天，甚至很难寻得突破的机缘，但对在下来说，一切都仿佛自然而然间便突破了。”叶晨感慨道：“人和人有些时候确实不算一个物种，你在武学上的造诣，属实是我生平仅见。”宋如玉自嘲道：“在下武道上的造诣虽然很强，但武道毕竟比修道低了不止一个维度，就好像再厉害的武学高手，也打不过枪炮和导弹。我在叶先生您的面前，根本没有任何招架之力。”叶晨问他：“那你又是怎么开蒙悟道的呢？把前因后果跟我解释得清楚一些。”宋如玉道：“在下也没想过自己能有机会开蒙悟道，只是知道在破清会，武道高手的地位很高，修士的地位更高。对在下这种旁系家族的子嗣来说，无论是男是女，最有出息的出路其实是成为修士，为破清会效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写家族命运。”说着，宋如玉继续说道：“吴家人想要成为修士并不算难，为了眷顾英主的自家人，提升自家人的生存实力，英主每隔几年就会对吴家新生代的孩子做一次筛选，他会从中选择1、2个天赋最好的来助其开蒙悟道。悟道毕竟难如登天，若是没有外力干涉，吴家几百年里若是能出一个靠自己悟道的，就已经要烧高香了。所以英主为了让自家人的实力占比高一些，会利用自身修为和丹药帮助吴家后人开蒙悟道。只是强行帮人开蒙悟道的代价也很大，即便是英主也做不到真正的快速批量培养修士，基本上是平均2、3年才能培养出1、2个入门级修士的速度，而这就已经算是极致了。而且绝大多数被外力干涉而开蒙悟道的修士，其开蒙悟道后因天赋所限，也很难走得长远。想成为4大伯爵那样的高手，对天赋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说到这里，宋如玉继续道：“宋家人在英主的眼中，就是吴家传宗接代的工具，他始终是瞧不入眼的。而在下之所以能悟道，是因为在下16岁的时候，一位吴家的高手到宋家考察宋家适龄的女孩，发现在下竟然已经不入暗境，立刻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大都督。大都督似乎也从未听说谁能在16岁就修入暗境的，惊讶之余，也立刻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英主。而他之所以上报吴飞燕，是因为英主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积极寻找适合悟道的人才，或者已经悟道的天才，找到后便将其收入破清会的麾下。大都督把在下的情况上报给了英主后，英主便让大都督给了在下一篇心法，让在下自己参悟，还说如果在下能够顺利悟道，就将在下收为亲传弟子。叶晨问他：“你就是靠着一份心法悟道的？”刚才宋如玉说他是靠着一篇心法逐渐突破至化境，若是他悟道也是因为一篇心法，那这个天赋就强得有些过分了。宋如玉开口道：“自行悟道是英主对武学天才的考验，他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用他自己的实力帮助武学天才悟道，所以
一个武学天才能不能入他的法眼，最终的考验就是其能不能靠心法自己悟道。说着，宋如玉又道：在下拿到那篇心法之后，便立刻意识到这是在下摆脱嫁入吴家命运，同时让宋家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于是在下便对那篇心法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参悟了6年，终于在2年前，也就是在下22岁时成功悟道。叶晨听得大脑一阵眩晕，忍不住道：6年就能悟道，这速度也是闻所未闻了。说着，他看向宋如玉，问道：这么说来，你现在是吴飞燕的亲传弟子了？还算不上。宋如玉如数说道：在下当时悟道之后，大都督便将消息上报给了英主，英主可能也没想到，一向不受重视的旁系家族里竟然能出一位年纪轻轻就能自行悟道的女孩子，于是便立刻授意大都督，让他先将在下带到右军都督府，开始真正为破清会效力。而他也是想等他明年年初巡视右军都督府时，再亲自见一见在下，然后再当场收在下为亲传弟子。说罢，宋如玉又道：英主的命令，大都督自然不敢怠慢，立刻将在下带到右军都督府，并且授予在下佥事一职。英主还让人将那柄细剑以及1颗小培元丹送到右军都督府，又由大都督亲手交给在下。叶晨点点头，举起手中的细剑，问他：这把剑就是吴飞燕给你的？对。宋如玉点头道：这细剑之中有意念操控的阵法，大大提升了在下的实战能力，而那颗小培元丹又刚好为在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灵气。说到这里，宋如玉神情有些黯淡地说道：只是在下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英主差人送来的小培元丹虽然蕴含灵气，但也蕴含了更强的奇毒，那种奇毒相当霸道，据说便是修士也无法解除，而且3年之内必须服下解药，否则便必死无疑。